好，我们讲的是对岸呢，他们现在除了说军事在发展，他们的客机也在发展，自主研发的 C919客机，现在呢要来香港这边做飞行的演示了。最主要的原因呢，当然就是因为告诉大家我们的实力在哪里。好，李家超就讲啦，说下个星期呢来访港的话，就会体现什么？体现现在香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的重视。那目前为止呢，大家说这个 C919它代表的是什么样一个位置？好，来看，它是挑战空巴、波音垄断地位。原因是因为呢，它从2007年到现在正式开始商业载客，其实是16年的时间，这其实是非常短的一个时间。所以这个市场上呢，虽然说并不是太大规模，C919它目前还是单走道的，还不算说是真的很大的客机，但是是有一个很大的象征意义，已经不是通通都是法国、德国、美欧之间垄断的市场了。国产飞机呢，现在他们就讲啦，会不会面临到欧美的封杀呢？好，但是呢，另一个思考是说，其实它也不一定要走出去，你知道吗？因为他们自己的市场就已经够大了。还记得吗？先前包括了波音，包括了空巴，他们在亚太区的这些主管都已经讲，他们认为大陆呢将会是未来几年在航空服务这一块呢是蛮大的一个市场。美国这边呢，他们末日客机得标商呢说不是波音，好，原因是因为呢现在这个防电磁啊，还有核攻击都已经强过了空军1号。那目前呢，下一代的14B 守夜者呢，应该也算是他们的指挥专机了。现在说这个标案呢，会由另一家国防公司来得标。换句话说，这算不算是他们这么长久以来几十年来第一次？波音跟美国五角大厦已经开始正式拆伙了。其实这几年来，五角大厦跟波音之间有一些纷纷扰扰啦哈，彼此呢也不是真的那么样的契合。那这呢也传出了另一个讯息，原因是因为呢，是不是真的说退出的主因就是在价格上面谈不拢，所以空军才会决定说没关系，我直接就干脆我换人做好吗？好，再加上呢说他们到目前为止供应链确实受到俄乌战还有疫情等等影响是有些混乱的，所以呢，价格上面、预算上面可能会是五角大厦未来一个蛮重要的管控重点。那至于在中方呢，除了飞机空中市场之外，他们的电动车不用讲了，现在已经是全球是非常有竞争力的一个产业。好，现在呢打造一个电动车的帝国舰队，比亚迪呢，他们现在也要做一个汽车的滚装运输船，什么意思？以前要请人家来帮忙载，现在我们自己搞一个船队来，然后呢自己6到8艘的汽车来载送，首航7天啊，已经在山东烟台这边成功的完成了。那之后呢，就从他们的产制，然后到最后的运输，真的能够全部都自己搞了吗？那就真的不假他人之手喽。也因为这样，所以你看到美国呢，从今年到去年这几年的时间，其实都是对于电动车补助啦、能源补助、电池补助啦，有非常多的法案在进行。纽时就直接讲了，他们现在呢有颁布一个电动汽车的税收抵免新规，这里面针对的就是中国供应商，对它加以限制。好，美国这样做，欧洲跟吗？原因是因为欧洲现在还分呢，有的有卖汽车的，有的没卖汽车的，意见不一样。这样要怎么样来统合？因为现在他们中欧峰会正在进行，中欧峰会里面就会有讨论到电动车的补贴问题，态度不一样。中方的态度是你制裁你的，我挑战我的。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在这一局里面，中国现在其实已经取得了领先的势头了。当然啦，如果再这样下去看下来的话，大家就要讲美国呢？美国现在呢，有可能比较左右到他们未来政策导向的是到底谁在明年能够赢得大选来守大位。拜登就直接讲啦，他说如果川普没有参选的话，我不确定我会不会竞选连任，但不管怎么样，不能让他赢。好，那拜登真的不会寻求连任吗？可能吗？大家开始在思考这一件事情。网友就有一个讽刺的影片啦，在 X 网站上面，他们挖苦拜登啊，说如果呢2024他连任了，那
大家要不要系8条安全带才会有安全感？锁定的当然又是他年纪比较大的健康问题。真的有办法带领着大家在现在局势这么变化多端情况之下，继续往前行吗？回过头请教赖老师，要怎么样来看？在目前呢 ，C919 客机已经到香港这边来进行飞行演示。C919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潜能的飞机啊，它一定是可以跟 A320。就是空中巴士以及波音的737来 PK 了啊，它是非常好的一个支线的飞行，例如说区域间的，你台北到日本，大陆到日本，到韩国，或者是这个大陆你从越南到广西，或是到香港，其实在东南亚也好，或者是你非洲，或者是你这个中美洲、南美洲的区域间的飞行，这个飞机是非常好的。那你看它从商业运转到现在问题都没有，而且做过的人都喜欢，飞行员也喜欢，航空公司也喜欢，所以它的订单一直在增大，现在已经有1000多架的订单了。它现在最大的问题在哪里？它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在于生产量的问题。也就是说，目前来说它的生产量还不够，它计划到5年以后。它的年生产量，年生产量可以到150架，5年以后才到150架。您知道这个 A320，就是法国的空中巴士 A320，它5年后它的年生产量，您知道它要到多少吗？要到900架。它现在的月生产量都是50架了，是，所以它的年生产量都已经到了600架。那也就是说，它600架要发展到900架。而 C919， 那目前来说，它5年后才发展到150架。那你想，如果说它的订单，接了3000架订单，那是很小 case 了。接了3000架订单的话，那也要20年后才能够交给人家所以这个部分里面，对于 C919，它的最大的一定要解决的，那就是如何扩张它的航线。是，也就是说，它国内航空公司下的订单，以及它的这个“一带一路”沿线走过去的国家，那么发展出来的下的订单，我个人觉得会随着它的这个机种的这个运行中会越来越受欢迎，因为它的性价比比 A320 比这个737还要好，性价比好，然后它经过飞行更长久的这个的检验之后，所有操作过飞过的都知道说，这个飞机好像更好，更省油，更便宜。那更稳定，然后更舒服，这样的情景下，他们选择 C919的几率就会越来越大。然后再加上用国家的力量来推销自己的航空公司的产品。那你要用国家的力量来推销，就好像说中国大陆现在有一张闪亮的名片，就是高铁。中国的高铁目前来讲已经碾压了日本的高铁，也碾压了法国的高铁。那中国的高铁要透过国家力量往外出去的时候，其实 C919也是一样。可是重点就在于生产量要一直往上拉，这个拉就会带动中国的航空工业，那么会飞跃式的发展，这是未来的潜力十分雄厚的。那这样之后就是 C929了，那就是洲际的那个飞机了。我觉得中国大陆的航空工业也走进了跟大家竞赛的这个赛程了。其实从航空工业到新能源车，这都是现在大陆极其直追，而且呢，很多时候已经是取得了某些领先的势头了。要请教一下申峰委员哈，最主要原因是因为这一次 C919大家为什么会重视的原因，是因为以往你会听到飞机，你就是波音，就是空巴，你很少听到有第3个选项。但现在发现，不只是中方现在在客巴的部分，他们有所坚持有所往前，你会发现说哇，美国就连五角大厦他们自己得标商，然后已经跟波音也脱钩了，跟以前想的都不一样了。是这个波音脱钩的信息，可能还进一步来确定，就是说，客机可能还是波音，但是里面的装修可能是换另外一个了，因为全世界能够做这么大的客运飞机也只有空客跟波音而已，其他做的是军用的啦什么的，它不太一样。那么导致呢，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新能源车。台湾都太简化，把它叫做电动车。电动车太简单了，那个高尔夫球车也叫电动车。而且台湾到现在为止，我最大的不喜欢之一就是，我们到现在为止没有办法
有效的去触摸到整个中国大陆在新能源车的进步到什么地方。新能源车最大的特点不在于电池，因为电池现在世界上最起码有几家一定有一定的小准，也不在于那个马达，因为那个电机啊，事实上世界上能生产的国家也蛮多。中国大陆在整个的新能源车最大的特点是电控，而且这个是所有的燃油车不能取代的。比如说刹车就需要用刹车皮，但是在新能源车里面，可能它的那个电动马达就在4个轮子里，它刹车的同时连马达同时停电嘛，那整个的刹车机理就不一样。等等，它还有在这个时候你就发现，要无人驾驶也好，要自动驾驶也好，那就非新能源车不可。这里面就是那电控跟整个物联网，这个不没有话讲，全世界做最好。我最后这样讲，就举一个华为问界90吧，跟奇瑞合作的那一部电动车啊，它现在是做什么车？给各位分享一下，你要到停车场去，你只要到停车场门口你就下车，然后那个车子就自动帮你找到停车的位置，然后停好，然后发简讯告诉你我停在哪一个位置。这个叫新能源车，是它不只是电池马达、电机而已。是，那我请教一下这个小店长，你怎么样来看？因为现在呢，他们说了整个状况不一样。比如说啦，比亚迪它现在呢还自己有一个滚装运输车也出现，滚装运输船也出现了。刚刚盛峰老师讲了很多有关于电动车的，那我们回头看那 C919 这个国产大飞机啊，那国产大飞机有很多人有很多不同的看法，他们说，例如说飞行记录器来自于美国 GE， 那个机轮呢跟刹车来自于美国 Honeywell， 那例如说通信以及导航是来自 Rockwell Collins 这家公司。我想请问一下啊，当你们这么讲的时候，你们有摸着良心的说，我们的海鲲舰不是也是如此吗？我们也是只做最多做的就是它的那一个压力壳，其他的它的被动的声呐，它的那个潜望镜，它的主动的声呐，甚至连它的右标通通都是从其他国家买进来的。如果我们可以买到最好的，我们为什么要自己做一个次佳的嘞？这个是国际供应链的问题啊，本来就是如此啊。如果那个我们看到这个919这架飞机啊是如此，我们看一看我们的 IDF 又是什么样的状况？我们 IDF 为什么这么多年都不能外销？一样的问题啊，我们的机身是通用动力的。好，我们刚刚说到了，其实呢，在台湾目前的状态，蔡政府一直告诉我们一定要有所准备，美国人也这样讲，要有所准备。虽然蔡英文说啦，习近平有讲啊，不会打我们，好，但是呢，一直好像有一种风雨欲来的感觉。但即便是这样，你知道吗？现在风灿民调告诉你了，当问到谁当选最可能引起两岸战争，赖萧配25.8%，好，侯康配呢8.9%，跟柯银配8.3%，其实呢都是远远低于这个数字。好，大家就开始在问，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抗中保台，在这一次是不是同样能够起到作用？好，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因为纽时的报道说，台湾年轻人厌倦两岸问题，可能会变成大选的最新一个变数。这里头包含了他说电信诈骗住房这种民生问题、生计问题，其实也有可能变成左右年轻人投票的一个关键。那就必须要讲了，如果年轻人也讨厌两岸问题，那当美国的军方又再次告诉我们，对岸有可能打你哦，你要小心哦，所有的人都要担心大陆可能会犯台，不断的释出这样子的一个可能跟战争有关的言论的时候，我们的蔡英文竟然告诉我们，不用害怕，习近平习先生不讲了吗？现在不是考虑大规模犯台的时机。习先生都说了，我们其实是应该了解一下为什么会这样讲因为他们现在有面临极大挑战，所以我也觉得现在也许不是这个时机啦，跟之前讲的好像又完全都不一样了。可是呢，美国持续的在放消息，您来看看今天的新闻，美军非常有自信说他们可以同时支援乌克兰、以色列
还有台湾哦，台湾竟然跟2个目前正在打仗的地方放在一起。他直接说呢，他们的工业产能足够来援助我们。老大看起来都觉得说 OK 啊，好，没关系，我们坐在这边好假庆崩的蛋。但是呢，日本小老弟是怎么说？他们是说你们这样子一直在鼓吹台湾有事就是日本人有事，还说呢难民有可能日本这边要来接管的时候，大家就开始在讲啦，那你的日本政府有没有计划？你有没有做好准备呢？因为他们已经讨论到大量台湾难民是不是要去日本这样子的一些议题，非常巨细靡遗在讨论的时候，我们就要问，真的目前的局势是怎样呢？其实呢，我们刚刚讲到了，在对岸，他们现在军事能力真的是已经与时俱进了。目前的最新，他们要造的是076。好，076呢，基本上也是2栖攻击舰。他们的2栖攻击舰目前已经再一次进化，因为076目前最新的一个技术，应该是第1台配有电磁弹射装置的2栖攻击舰。来，什么概念？电磁弹射就是飞机起飞，你要有一个跑道，好，跑道呢，你这样滑出去，你才有办法这个助动力，然后才能起飞。电磁弹射的就是你在原地这边，跑道变短了，后面有一个动力，然后往前弹出去，像弹弓这样弹出去，你的飞机就可以马上往上飞。那这里头呢，让飞机能够承载的重量，还有它能够载弹数，这一些都能够大大的提升。这个就是所谓的电磁弹射。如果就连2栖攻击舰都可以做到，比较像是航母才会出现的电磁弹射的时候，大家就开始在问，是不是他们的作战能力、对地、对海的打击能力，还有空中支援能力也更加全面性了。更何况，如果它是电磁弹射的话，哇，虽然说2栖攻击它的吨位比较小一些些，但是呢，它能够载的这些包括无人机啦等等，它其实可以更大，有更多的回旋空间。这一些您知道吗？政府有实际的告诉您吗？现在他们的造船厂的全球订单呢，说已经击败南韩，有机会3年居冠了。而目前呢，他们的造船厂江南造船厂也发布了全球首型世界最大的核动力集装箱船。好，就连集装箱船通通都是核动力，那就表示核动力航母已经指日可待。当他们的一些能力与时俱进的同时，他们作战能力当然就会跟着提升。这一些政府真的都做好准备了吗？还是说我们今天也看到了，我们呢刚刚讲沈波阳就由乌克兰回来，他也收集到了很多资讯。我们这样的准备够吗？请教一下顺风委员，因为现在大家的感受是，当谁当选最可能引起两岸战争，25.8%的人都认为是赖萧配。是这样子啊，我最近这2年我最喜欢的是就是拆穿国内外政客跟阴谋家的谎言。好，首先呢，赖萧配是不是引发战争最大的诱因？这个不用民调了，你只要到哪里，常常会不会问到，会修台北，会修台北，常常会不会？我想我们在座上电视的人，应该常常会被问到这一句话。所以这不管是25、52都没有关系。事实上，没有人认为国民党会引战。民党只告诉我们，国民党会卖台，有没有？他从来没有说会引战。但是台独引战是全世界的共识，到现在还不敢放弃台独，对吧？还在那边讲东讲西，扯的我真的听不懂。我现在要把这些谎言谎话一个一个拆穿了，给大家来看。第一个是美国那个大谎话，美国能不能出兵不是军人讲话，美国能不能出兵是总统讲话。他是一个军人，他凭什么讲这个话？谁授权他讲这个话？假如在一个民主体制的国家里面，他是会被弹劾的。这什么军人在国家政策没有决定的时候，他就可以讲这个话？他最多只能说，假如政府决定要怎么样，我们美军是有能力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别吹牛了，他们的战争他们的工业能力有多行，这个李舰长可能是更清楚了。首先，那个在南海撞山的那个航空母那个潜水艇拉回去美国2年才开工，8000万美金都准备好了，还要5年才修好。对，5年才会修好不止如此，这个美国自己在国安委员会所公布出来的信息嘛，它的核潜舰的维护率在21年是41%，到22年是36%，意思什么？应该有100艘。应该100艘次要去整修的，结果只能整修36架次还吹什么牛
美国已经不是2次大战那一个艾克顿号被打得快沉了，然后日本把它花叉掉了，所以已经沉了。结果呢，人家美国有办法在用4000个工人呢，在4周里面把这个船给修复好。没有这种本事的，就是讲那个造船。我在讲这个造船好了，比什么啊？怎么比韩国、比日本？我看在江苏省泰安市的靖江县呢，一个县级市，它的年产量2家这个生产的公司啊，它的船舶的年产量超过日本，它是全世界第6大、第7大造船厂，是在一个县里面。那美国呢？美国还能干什么？别吹牛了。美国现在有多少？那我就用一个形容好了，就在北非战役的时候啊，美国被打坏了500辆坦克车啊，1个礼拜内就补足了600辆啊。德国被打亮了400辆啊，然后呢就没有然后了。这就是今天的美国。美国现有的战舰可能还是多的，可是它被打掉了一艘，它现在已经没有能力再继续的补足下去了。好。这个谎话讲完了，我们再来看日本的这个大谎话，说以纳国岛要接纳台湾人，你还相信呢？要怎么游泳过去啊？你要准备多少船只才能过得了那个地方？不用了，很多人都告诉你，两岸发生战争算了，就跑到中国大陆的大后方去好了，等打完了再回来看看家园破坏到什么程度，那多荒谬的一幕啊！两岸战争，我们可以用手上的台胞证辗转，然后到中国大陆的大后方，然后等战争结束。这什么荒谬的画面会出现？这是民党今天制造出来的荒谬。民间讲的是神话，是实话，然后呢，民党讲的谎话，最后一个就是蔡英文的这个大谎话。你是听谁的？是听台湾人民，还是听习近平的？习近平说会打，也是你说的。说不会打，说习近平也是你说的哦。原来你民进党是听习近平的话这么乖啊，比听美国人的话还乖。然后你不是要抗中吗？抗中那么乖干什么？也就是说，这些人是已经混沌了，然后前言对不上后嘴，二嘴啊，公布了并给嘴啊，然后呢斗不起来，全部在讲大谎话。好，但是我们也发现最近一个事件哦，就是当民进党政府一再告诉我们说，哎呀，两岸啊现在不会有问题的同时，请教赖老师，美国却一直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变数。好，包括纽时说了，年轻人厌倦两岸问题是大选变数。美国军方突然出来告诉你说，所有的人都要担心他们会打我们，甚至呢还马上加码说我们可以同时支援乌克兰、以色列还有台湾，讲的不太一样。这个确实是一个讯息哈，我们高度怀疑美国到底是，是不是已经开始在介入台湾的选举啊？因为您刚刚讲到的，就是说美国的军方他是谁呢？他是美国的参谋首长联席会议的副主席，一位空军的上将啊，副主席哦，所以他的地位是不低的，在作战的时候是在军事的决策层里面扮演重要角色的。他认为，这个两岸之间啊都很有可能会打起来，大陆随时会想要统一的问题，怎么会在这个时候，在这个时间讲这段话？那之前不是还说不会打了吗？对，那怎么会突然间他们的军方讲这段话？是不是他们担心，主张台独的赖清德，他们如果获得优势的话，那两岸之间爆发战争，美国会不会被迫卷入？所以他们有忧虑了。所以他们是不是不希望两岸发生战争？所以最好台湾的民众不要选择有台独倾向的，或是主张台独会带来战争的这个赖清德跟萧美琴。我们不知道，这要等美国的这一位将军自己来说清楚。至少我们看到了那位也有拿到台湾补助的美国的那个智库的那位女生。他说：“你们曲解我的意思没有了，没有曲解了，就明明白白是你说的。你说要赖清德冻结这个台独纲领，这是你讲的啊！不要说讲过的话写下来的文字，不要再赖账，而且还赖说我们去曲解他的意思，不是这样啊。还有一个部分里面，就台湾的民众确实，你看3倍以上的民众认为赖清德、萧美琴的组合很有可能会带来战争，3倍于这个。”侯友宜跟赵少康的组合，也3倍于这个柯文哲跟吴欣盈他们的组合，那就代表什么？台湾的民众确实很大的忧虑，就是赖清德他们会带来战争，而台湾的年轻人真的不要战争，所以这些年轻人就离开了民进党，
也不愿意支持蔡英文，也不愿意支持他们，那么往这个柯文哲这边来移动。现在的情况就是说，侯友宜如何把这群年轻人争取过来，好，成为说你们不要战争，但我有可能胜选，我有可能胜选，支持我们就不会有战争了。我觉得如何去说服这些年轻人说你不要战争，你就支持我们，我们一定会当选。我觉得这定要努力的。我同意刚刚盛峰兄他所说的，这位美国的另外一位参谋首长联席会议的副主席，他讲的话确实是虚张声势因为为什么呢？因为美国自己都承认他们的国防工业已经出现很大的问题。他们在这次乌克兰的战争中，美国已经没有办法满足乌克兰的需要，所以他们找以色列要，以色列说我不可能给你。后来他们找了韩国，那韩国就间接的给了乌克兰，就是说韩国把这个弹药给了美国炮弹再给美国以后再给了乌克兰，所以韩国就带来了给他自己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呢？俄罗斯就大力的帮忙朝鲜发展这个核武。而且发展这个导弹的能力，你看朝鲜的导弹的能力、卫星的能力，还有侦察的能力，那么一下子大跃升，甚至这个潜舰的能力都往上爬了。这代表什么？就是说，俄罗斯对于韩国这个出卖自己国家利益、满足美国的利益带来的反应，可是它也反映出美国根本没有能力了。美国的国防工业出了很大的问题，美国自己都承认他们的造船工业是落后于中国大陆多少呢？中国大陆是强于美国的3倍，这是美国自己说的，美国自己研究出来的。例如说，他们原来的西岸的这些船坞只剩下2家造船厂，其他就全部倒光了。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客观的事实，因此这位将领不要睁眼说瞎话。好，其实呢，我们在目前来说，两岸之间的军力、兵力状态确实就是有一个鸿沟存在。请教小舰长，因为人家现在连076都要出来，这如果真的是的话，网络上面讲的、讨论的，真的对的话，它就是第一艘配备电磁弹射技术的2栖攻击舰。哇，那个能力就真的大不相同。是的，小舰长有一句话叫做“一点突破，各型研发”。什么叫一点突破？也就是在福建舰上有电磁弹射轨道的时候，其他的任何地方都有可能都会有这种电磁弹射轨道出现。076不要意外。那在3年前小舰长看到这篇论文，这篇论文到底在讲什么呢？他讲说，基于 CFD 舰船甲板失火消防安全评估，那这个到底是在讲什么？他画的是这样的甲板。请问有哪一艘货柜轮或者是商船长得是这个样子？没有，这一艘就是076，而且它甚至连尺寸都标明的清清楚楚。然后这一个单位到底是哪个单位呢？它就是江南造船厂。现在我们所看到的076在哪里？就在江南造船厂。不过，小舰长另外破案是什么？它直接是这个水层膜泡沫，因为它上面这些通通都是泡沫喷头，也就是甲板失火的时候，它那边会喷出那个泡沫来灭火。那它这些它试的最大的那个环境风试到多少？试到每秒11公尺，每秒11公尺是多少？是6级，意思也就是它最大耐风就是6级。这个是我们另外讲的。那你说，小舰长你就这样子说了就是有照片的。那怎么说呢？这个就是我们讲到刚刚燕莹讲到的新船坞。那这里面这一艘船，如果跟我们刚刚那个比对的话，就是1比1。也就是说，这艘船几乎就可以确定是076这个2栖攻击舰，而且是有两个那个弹射器的。这件事情，事实上，我们看这个是小舰长在接受《南华早报》的访问的时候谈到的，也就是说，这个新船坞呢，这是在今年6月的时候接受的那个访问也就是说，大陆正在加紧建造一艘新的巨型船舰，而这一艘就是076。不好意思，说中了，说中一点也都不好。为什么这么说呢？2020年之后，我们每一次的国庆
的，无论是国防部的脸书，或者是总统府的脸书，都要告诉我们，今天那个会有那个预演啊，那个战斗机会经过台北市，大家不要太紧张。2020年之前，或者是马英九总统执政时间有这件事吗？没有，大家一点都不害怕。现在大家说，我怎么会有战斗机通过台北市上空？为什么会怕？因为就是两岸要可能会发生战事嘛。我简单的就这么讲了。年轻人，如果你要走上战场，你可以投赖清德；你如果要实现理想，那你就要找正确的，投下你神圣的一票。好，两岸的问题、战争的问题，会不会变成这一次左右大选的一个重要关键？很多人说这一次是战争与和平的一场选举，为什么会这样讲？因为世界上有很多事情正在发生当中，而身为台湾人，大家当然 love and peace， 我们都不希望战争，没有人希望战争，但要怎么样来为自己做出选择呢？先进广告。大家午安，我是陈燕莹，欢迎来到新闻大白话。接下来这一小时国内外大小事，让您听得懂的话说给您听。现在介绍这一小时来宾，首先要介绍的是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还有前立委李胜峰，主持人好，大家好，以及前海军舰长吕礼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到的是这次选举呢，好像慢慢的回到了基本路线、基本教义派。好，什么意思？又要开始反服贸了。赖清德呢，他现在是下乡去辅选的时候，他告诉大家，你知道现在物价有多可怕吗？你知道现在竹东的便当一个大概多少钱吗？台下人就讲说100块钱，他就讲说，你看我们现在物价在飙涨，如果说服贸过了之后，哇，对岸的人大举入侵，很有可能就会跟我们削价竞争哦，有可能一个便当就会变成80块钱来跟我们竞争哦，甚至后面这句话他说一起来过来5000万人就找不到台湾人了，会抢我们的饭碗。其实不知道说这个我们的赖副是不是真的有口误？因为5000万的话，那是2300万人是台湾哦，那5000万人那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概念？我们开始就在想，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而且啦，80块钱的便当跟我们削价竞争，以消费者的观点来看，你看网友就务实多了吧？网友直接讲说，80块的便当那不是更好吗？有80块的不要吗？那多20块是多台湾价值吗？到底他原话怎讲？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现在的便当，一个便当大概多少钱？我们新竹县竹东这里100块，他80块就可以做了，对不对？说不定更便宜就可以做了。那我们生意怎么做呢？而且他人来那么多，我们才2300万人呢，他就来5000万人，他十几亿人呢，他来个5000万人就找不到台湾人了。我跟咱竞争呢，伊当跟咱销价竞争呢，咱免来改变。都一间一间收起来，伊都一间一间开。所以我讲咱本业产业要顾好掉。好，前面呢是什么？根据联合报报道，他直接讲，我们刚刚原因重现有没有5000万人哦？5000万人，还有下面刚才概念啦哈。当时呢这一场活动，它其实呢也还有另一个事情啊，原因是为什么讲便当？因为它会后有发便当。好，所以呢这个散场活动的时候，支持者一度为了抢这免费的便当，甚至还爆发了推挤，很多呢大哥大姐上了年纪，在现场说还差一点造成踩踏事件，急得他们自己民进党的议员站到椅子上面来说，大家不要推挤，一定拿到啊！媒体报道说，事后是追加了数百个便当，全部摆到桌子上，大家看就心安，慢慢的排队，慢慢的退。好，结果呢，大家就讲。梗图出现了，说哇，现在新竹便当100克80块钱，你能够接受吗？台下民众没反应，活动圆满结束，领便当了，台下民众通通都醒了。大家说在乎的到底是什么呢？确实啦，一个便当在台湾现在呢100块钱，好像特别是在台北已经是一个基本价在起跳了。但是呢，它这样的一个逻辑概念，大家有的时候会觉得听不太懂，特别是刚刚呢在后半段，他在跟美发业者讲了。服贸如果过的话，哇，他们600万就可以开店咯。对，一家人都来跟你竞争，来跟你削价，他们一个带一个，一个带一个，专给会要让咖喱来拼。
哎，你这样子有办法接受吗？服贸可以让它过吗？大家开始在问了，不是啊？你知道现在台湾美发业什么样的状态吗？是20公尺有4间100元剪发店在抢客。大家想问啦，如果说呢，他们真的通通都来到我们这边来，哎，那是不是其实在市场原则之下，消费者可以得到更好的服务呢？那我们是不是政府应该协助辅导我们做的是让我们能够整个产业提升，让我们能够做得更好？我们是不是应该有这样子的一个正循环呢？大家在问的就是，到底他想要告诉我们的讯息是什么？两岸真的就是这样子，除了兵凶战危之外，连服务业，连这个相关的产业都是这样子在彼此竞争吗？两岸之间现在政府告诉我们，虽然不会打过来，但是必须备战，所以自走炮呢要再精进。国军呢，他们现在说反登陆计划，好像美国买最新的帕拉丁，好，目前呢说已经买了，要提升我们炮兵的精准射击。同时前几天我们也看到了，说国军他们现在要来做的是共军登岛作战这么样的一件事情，而且呢，那个时候告诉我们月底会在观音的海水浴场这边来做实弹演习。但是，比如说接种我们的非常有名的军事研究员，他就直接讲了，说到底我们对于共军有没有正确的认识呢？譬如说啦，现在月底要在观音海水浴场实弹演习的这个部分，我们用的是什么？用的是 T91步枪，用的呢还有一个东西叫做4.5手枪，也就是这个。好，4.5手枪你知道吗？它的射程大概就是50公尺。那有效射程。有效射程50公尺，那要怎么样用这个50公尺？人家抢滩上来的时候，你要很近很近才能够打到对方。你确定这个实弹射击是有用的吗？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跟对岸来做对比，是可以做到的事情，是真的有效的能够歼敌于滩头吗？大家就想问这件事情了，到底你们这样子的一个作战目标，这样的一个规划合理吗？回过头请教一下我们的盛峰委员怎么样来看？好，原因是因为赖清德呢改来讲，现在一个便当100块钱，大陆人如果来服贸如果通过的话，一颗便当变80块，跟我们销价竞争。这个第一句话，我3个观点。第一个叫脸消为，对头到尾的讲消为，所以现在网络给他的封号是叫做绘画赖消为嘛。我想问一个最简单的道理，什么叫脸消为？第一个，5000万人来台湾，这代表什么事情？代表两岸统一了。或者5000万人怎么来啊？你告诉我，怎么载啊？那这动员所有的飞机跟军舰要载，也要载1整年都载不完，你知道吗？这不是脸消为？打个动作笑把大家都念头然后他在那里脸消为，这不是绘画连篇吗？好，再过来。第二个，这不知整个的大陆的情况，完全不知。你还以为现在大陆人很喜欢来台湾做工啊？为什么？因为在上海、在沿海这几个1线、2线的大城市，很抱歉了，打工的收入跟生活的水平比来台湾还快乐啊！你只要看那个指标，现在还有陆配来台吗？现在的陆配是自由恋爱来的，不像当年还有一些涉及到买卖或涉及到这个经济原因而来的，现在还有吗？谁来呀？还有吸引力吗？拜托，不要再骗人了！这个2014年就这样骗的，然后结合那些不要脸的知识分子一起骗我们，骗到今天都已经快10年了。民进党你也进步一点好不好？连骗人的话术都没有进步，水准真是 low 到极点了。再过来，我为什么讲他说他不知情？所以等一下我们李舰长会讲得更清楚。但现在他们的试验那个红旗登陆点用我们那个2次大战后的设备在登陆。问题那个要登陆你的人不是那个设备就是说这个设备也可以挡住。那你是开什么？开那个拖拉机可以上去，人家是用坦克车上来的，你知道吗？人家已经是坦克车了，也就是说，今天台湾对中国大陆的认识误解扭曲到什么程度？还以为这里是什么宝地，人家不来这里生活过日子，你以为洗头？请你去1线、2线城市的你洗碗店看看，那个设备、那个感觉、那个味道，只会赢过台湾，不会输给台湾。他干嘛要来呢？所以这些骗人骗到极点。最后，我请检调单位速查贿选。
为什么？我们不是超过30块就是汇钱吗？啊，便当一个多少钱？100块啊！公然汇钱，没有人行动。检调单位不要再装聋作哑，这个是公然汇钱，而且有资料、有证据、有画面。但为谁出钱？为赖清德。来的人领什么走？100块的便当走。那这个叫汇钱？那请问那个寿面啊，30块以下的就要办汇钱？请问这个要不要办？民进党你不办，我说你不但是孬，而且是坏，而且坏到极点。好，我们要请教一下赖老师哈，因为刚刚这个我们讲到了这个便当的事情啦。其实，在台下讲话的时候，我们刚刚有播嘛，相关的画面。讲话的时候好像大家激情少一些，但是呢，讲完话的时候，发现台下的反应其实很热烈，因为大概被提便当啦。那前面他在讲的时候，大家反应没有的时候，是因为也觉得讲的是被宰客的便当嘛没败啊，为什么不好？是这样子的思考逻辑吗？因为网友是这样讲的。是这样子哈。如果说新竹这边的便当起步价就是100块的话，那如果说对消费者来讲80块能买到，他为什么要花100块？我觉得这个是80块能买到，对消费者来讲他觉得更好啊，他为什么要买100块的便当？但是问题就在于说80块能不能做得到？那如果说赔钱的话，那没有企业愿意赔钱干的。如果说你今天要在一个地区里面盖一个说我来专门来做便当，你难道要全台湾都是做同样的便当，而且同步行销？那你这样你才能够垄断嘛？不然的话，我们台湾的这个便当业者有多少啊？你想想看，我们附近在所有的办公区、内湖科学园区，任何一个小角落，我们就可以看到很多年轻人就推一个餐车，午餐就来了，他就这样子来做小本生意。所以我个人是觉得说，以赖清德的这种讲法，他基本上来讲这老梗了，真的是听起来乏味。确实是乏味啊，这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就理性的来讨论，假设真的有大陆的这些餐饮业者愿意到台湾来开便当店，我们就假设，因为他讲便当嘛，我们就假设他想开便当店，那他带着他的资金，因为他不能够带他的很多员工，按照规定是不可以的，他就带着他的很庞大的资金，他进了台湾来了，去找了一块地。就租下来的或者买下来，那钱是付给台湾人。然后呢，工厂盖起来了，那他要去采购这些蔬菜啦、肉类啦，那是跟台湾的农民买。那所以台湾的农民有销路了。然后呢，他要找台湾的员工来去生产这些便当。然后台湾的员工的工作有工作机会了。然后他把便当卖出去以后80块钱，消费者也赚了，3赚了。也就3个人都赚，也就是农民也赚，工作人员、劳工也赚，然后呢，消费者也赚，有什么不好呢？如果是这样的话，有什么不好？那你会说他会不会打垮其他的便当业者？不会的，其他的便当业者会觉得说，我如果到你的公司工作，那不是更好吗？就好像我们到 7-Eleven 去工作也蛮好的啊。我有固定的薪水，这不是很好吗？我总不用说在那边餐风露雨的，然后用家里的这些小灶炉炒2个菜，然后来堆来卖，然后一天卖个几百块来过日子。我这样子一个月每一天都有1-2千块的1000多块的收入，平均下来我一个月4-5万块钱，我觉得这样生活蛮可以的那有什么不好呢？创造更多工作机会，所以我觉得好好的来谈。如果真的对于胡茂协议赖清德有很大的疑虑的话，那我就把它摊开来一样一样来谈，但是不要欺骗人，不要糊弄人，不要说混话，我觉得这点是比较重要。那如果他还是认为真的是不要胡茂协议，因为我们都知道 ECFA 就是跟胡茂协议有关，就跟货贸协议有关。如果他真的认为不要，他就把 ECFA 取消。现在蔡英文还当家那他还是副总统那他就可以要求陈建仁，要求蔡英文说我们片面的就把 ECFA 取消嘛。可是他为什么不敢？他为什么不要？他为什么不敢把 ECFA 取消，却说我不要服贸协议跟货贸协议？因为本来 ECFA 的规定就是你一定要有服贸，要有货贸嘛。那你要不你就是把 ECFA 取消，他又不肯。最后一个问题就在于这些听众到底是去听便当的，而不是去拿便当的，还是去听他讲废话？很明显的，以热情度来讲，他确实是为了便当去的。
但是呢，我们也想问啊，当政府在告诉我们一些事情的时候，你如果用正常的逻辑思考，就要请教小舰长了。原因是因为我怎么思考都觉得怪怪的。来，他们说呢，现在要防共军登陆红色沙滩，所以呢，月底的时候要在观音海水浴场实弹演习。但他们用什么方式来实弹演习？用4.5手枪实弹射击。大家就问了，这个射程真的是合理吗？嘿，我们必须这样讲啊，国防部就是完全的无视于敌情到底是怎么发展的。那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有非常多的 AAV 拐两栖突击车在各海滩在那边试灯啊，其实不用试灯，为什么？因为两栖突击车事实上来讲，除了沿岸之外，大部分的沙滩都登得上。但是解放军不是这样打的啊。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事实上来讲，我们现在看到这些舟车在试登这些红色沙滩的时候，有非常多的塔利班说，到战时见一辆打一辆。小舰长送你3个字：你做梦。为什么？因为他的两栖舟车当可以登陆的时候，代表什么？代表你的海空军都已经被击溃了。那也就是你无法制海，你没有空优，空优在谁的手上？在解放军的手上。你在沙滩上有再多的帕拉丁自走炮，有再多的这个标枪飞弹，有再多的那个各型的这种手枪啊，没有用。为什么？因为他们的那个攻击直升机会直接的来扫荡滩头，而且他们的攻击直升机在哪呢？我们看看人家的发展哦。现在其实我们下一集会下一趴会讲到076，但是我不破梗，我们先讲075。现在这个075，事实上来讲，它的肚子里头就可以放3艘的那个气垫登陆艇啊，那上面全部通通都是直升机。意思是什么？他们未来要垂直登陆。垂直登陆是什么概念？就是所谓的多层双超。什么叫多层双超？多层很多层啊。第一层在水面上的，就是你常常看到的诺曼底登陆的这种登陆艇以及两栖车辆，这只是第一层。第二层就是我刚刚在这边拿给大家看的气垫登陆艇，这是第二层。可是呢，它有第三层，第三层是什么？第三层就是上面的直升机啊。这一个直升机的数量到底有多少呢？其实我们回头看一下，2017年，我们现在看看已经6年前了，7月30号。解放军在朱日和进行的解放军建军90周年的这个阅兵啊，他的阅兵通通是穿的不是校阅服装啊，他穿的野战服，然后他那个时候就已经展现了他非常多的突击兵是从这个直8的这种运输直升机下来的，也就是未来的这种登陆不是我们想象的，就是他们的诺曼底只有一围的从海面上上来。事实上来讲，我们刚刚讲那个多层双超，第二超是中间有一超是什么？超越滩头登陆以及着陆，也就是你以为他要在滩头啊，没有啊，他到你的后方去啊，他到你的后方去登陆。登陆之后，对不起，如果我们的部队没有适时集结的话，就是被占领。所以国防部面对一下事实吧。好，现在呢是2023年，确实现在跟过往我们所知道的对岸是真的一样吗？那我们也想请问一下，民进党你们所认知的对岸，其实这几年来你们也蛮多人去到对岸的啊，去交流啊，对不对？去旅游啊，你们看到的真的跟你们讲的是一样的吗？是不是不要给大家太多错误的讯息呢？我们先进广告。